在我长达7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目睹过13次完整的联储降息周期，每次媒体总将降息包装成普天同庆的救市信号，但真相是绝大多数人会在降息周期中赔得比加息时更惨，因为他们总在重复同一种错误，把货币政策转折点当作狂欢节，而非战略部署的哨声。更危险的是，超过80%的投资者条件反射般冲向那些表面光鲜的标的，科技股、加密货币、高风险债券。结果往往是，当降息真正来临时，这些资产反而开始价值回归，直到资产负债表被撕裂，他们才恍然醒悟自己错过了真正的机会。接下来我要剖析的这3类资产，是我亲历6轮降息周期后提炼的生存法则。其中第3类在降息初期总被市场嗤之以鼻，却能在经济衰退真正来临时成为你的诺亚方舟。我建议你认真理解每个资产的具体配置参数，这些细节都浸透着无数投资者破产的教训，错过任何一条都可能让你在下一个经济寒冬中瑟瑟发抖。货币政策从来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杖，而是改变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的温度调节器。降息为何让人盲目乐观？因为资金成本下降的幻觉让人误以为所有资产都会上涨。可倘若你追逐的是那些市盈率300倍却毫无现金流的公司，当真实经济数据揭晓时，你不过是在参与一场击鼓传花的集体催眠。这不叫投资，这叫戴着 VR 眼镜跳悬崖。我必须坦率地指出，美联储降息从来不是为了拯救你的投资组合，而是试图挽救就业市场与经济活力。任何向你承诺降息等于普涨的人，要么是金融文盲，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推销员。真正存在的只有价值重估的机会。你可以用流动性换取收益，用防御性换取成长性，用确定性换取想象空间，但你绝对无法在同一时刻获得最高安全性、最强成长性和最完美流动性。第一支柱，抗衰退股息贵族每个理智的投资者在降息周期开启时都应当配置的第1类资产，是那种沉闷到让投机者打哈欠的品种。人们渴望在降息消息公布当天就抓住暴涨黑马，沉迷于账户数字跳动的快感，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经济下行期的现金流堡垒。我指的是那些穿越了半个世纪经济周期的持续派息企业，不是所有高股息股都合格，而是那些连续25年以上每年提高股息的公司。他们被市场称为股息贵族，代表着一种被现代投资者抛弃的品质——持久力。这些企业不只在经济繁荣时分红，在衰退降息期，他们依然在提升分红。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联储大幅降息，科技公司成篇破产，而像沃尔玛、强生这样的公司股息增幅反而创下新高。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们反周期的盈利能力。他们构建的商业模式，无论利率高低，都能持续产生自由现金流。当降息周期启动，往往伴随着经济放缓信号。这时消费者会削减奢侈品开支，但不会停止购买食品、药品和电力。这种需求的刚性特征，使得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领域的股息贵族成为降息初期最该持有的资产。绝大多数人误判了降息的意义，他们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利好高成长股，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真正的逻辑是，降息往往预示着经济疲软，而经济疲软时，稳定现金流远比成长故事珍贵。即便沃尔玛的股价在降息首月下跌 15%， 我根本不会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它是否还会按时寄来股息支票。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经济衰退时，人们不会停止购买感冒药、卫生纸和婴儿奶粉。人类的基本需求具有惊人的韧性，即便股市崩盘，这种确定性也比任何 AI 概念股承诺的颠覆性创新更可靠。股息贵族在降息环境中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解决了3个关键难题。第一，它提供持续收入，让你不必在市场恐慌时被迫减持持仓，这在降息周期至关重要，因为初期市场常伴随剧烈波动。如果你依赖股息生活，永远不必在低点抛售资产。第二，它提供通胀对冲，优质股息贵族拥有定价权，能在成本上升时提价维持利润率，这与固定收益资产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它自动完成仓位再平衡，股价下跌时，股息再投资能买入更多股份。这种机械式的低位加仓远超大多数人情绪化折时的效果。肯定有人会质疑，降息周期中债券更有吸引力。这话只对了一半。公司债确实收益率上升，但企业违约风险也在同步攀升。而那些连续数十年提高股息的公司，其财务稳健度实则是企业债市场的定海神针。以宝洁公司为例，自1954年起每年提高股息，历经9轮完整降息周期。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降息周期持有该公司，在过去40年的每次经济衰退中，你收到的股息都在增长。相比之下，你去追逐当时最热门的科技股，或许能获得短期暴利，但也可能永远无法从2000年或2008年的废墟中恢复。在降息周期中，你输不起时间。我多年来反复强调，最佳投资组合是能让你在市场恐慌时安心睡觉的组合。股息贵族恰好具备这种特质，他们并非免疫下跌，但他们的现金流从不中断，而支撑你长期持有的正是现金流，不是 K 线图。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构建组合，我会将 35%、-45% 资金配置到多元化的股息贵族组合，至少覆盖12到15家公司，横跨消费必需品、医疗保健、基本 utilities 3个关键领域。你需要的是生产人们不得不消费的产品企业，而非经济繁荣时才需要的奢侈品。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追求财富自由，而是防止财务崩溃。而防止崩溃的最佳方式，就是持有那些无论经济冷暖都能持续印钞的企业。我再补充一个关于降息周期股息投资的真相，这不仅是财务策略，更是行为金融学的完美应用。当降息后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财经主播都在预言大萧条重演时，你需要实实在在的锚点，不是分析师的预测，不是技术指标的背离，而是每个季度准时到账的现金。这就是你的心理防波堤。我见证过太多投资者在降息初期清空股息股去追涨科技股，最终在随之而来的衰退中精神崩溃。他们没有锚点，没有任何事物在提醒他们，自己持有的企业仍在正常运营，仍在销售商品，仍在创造利润。每笔股息到账都是在向你证明，你的投资逻辑依然成立，你的财富增长不依赖下一个接盘侠，而是基于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这才是可持续的财富积累，这才是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时，你能保持镇定的根本原因。有些人看到初始股息率只有 2.5% 的股票，会觉得在降息环境中缺乏吸引力。他们没有错，但忽略了本质。初始股息率只是起点，关键在股息增长率。如果你在降息初期买入一只 3% 股息率的股票，而公司每年将股息提高 8%， 那么10年后你基于原始本金的收益率就变成 6.5%，
20年后这个数字是15%，这就是股息复利的魔力。你的收入在增长，而成本锁死在买入价，与同期降息后收益率不断下行的债券相比，这是天壤之别。你买入一支收益率4%的10年期国债，未来10年都只能拿到4%的固定收益，没有增长，没有通胀防护。而优质股息成长股同时给你收入增长和通胀保护。优秀企业会随物价上涨提高产品价格，涨价后他们就有能力提高股息。你不是在对抗通胀，你是在借助通胀壮大。这就是为什么在降息周期，我始终建议持有优质股息股，而非长期国债。没错，股息股在降息初期可能表现平淡，但平淡和风险是两回事。平淡是价格暂时落后市场，风险是本金的永久性损失。只要现金流持续增长，平淡终会过去。但追逐热门股犯错导致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挽回。股息贵族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优势，他们是天然的公司治理筛选器，要连续25年每年提高股息，管理层不能过度杠杆，不能进行愚蠢并购，必须保持充沛现金流。这种资本配置纪律恰恰是降息周期中最珍贵的品质，不是那些靠廉价债务扩张的企业，而是那些以财务稳健为生命线的公司。还有一个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特质，股息贵族的业务通常简单到无聊，他们不改变世界，也不颠覆行业，他们只是在生产牙膏、电力、降压药。这听起来毫无想象力，直到你意识到无聊的生意往往活得最久，而刺激的创新常常夭折。我亲历过无数革命性技术企业灰飞烟灭，但从未见过金百利公司纸巾生产商破产，因为擦鼻涕从来都是生活必须。这种可预见性值得你付出溢价。当降息周期演变成经济衰退时，你不需要担心持股公司5年后是否还存在，你需要的是那些护城河宽到即使管理层犯蠢也不会短期内倒闭的企业。消费品、医疗、公用事业都具备这种特质，它们不是增长的火箭，而是生存的堡垒。而生存是降息周期中最核心的诉求。我知道有人会想，那人工智能股呢？创新药企呢？在降息周期不该布局未来吗？不，在货币政策转向期，你应该先确保现在，让对冲基金去赌未来。他们有用不完的杠杆和投资人的钱，你没有。这不意味着完全回避科技股。微软和苹果现在也已进入股息贵族行列，从成长股蜕变为价值股，这没问题。但买入那些尚未盈利的科技概念股，期待成为下一个英伟达，那不是投资，是赌博。在降息周期参与赌博，其结局往往是在经济谷底被迫平仓。坚守那些你真正理解的企业，那些20年前在赚钱，20年后大概率还在赚钱的企业，那些行业格局不会因技术变革而彻底洗牌的领域。这不刺激，但刺激的代价是破产。保守才能让你活到下一个加息周期。给你一个真实案例，假设你在2007年联储开始降息时退休，把50%资金投入股息贵族，50%追逐当时最热门的金融创新股。所有人都告诉你金融工程是未来。到2009年，你的金融股组合暴跌80%，而股息股仅下跌25%。但关键是，股息股每年依旧提供稳定现金流，金融股多数直接归零。快进到2015年，你的股息股不仅收复失地，还通过复利创出新高。当初那笔投资带来的年收入可能已翻倍，而幸存下来的金融股仍在深渊挣扎。即使你幸运地押中唯一幸存的金融股，这8年里你也时刻活在恐惧中。
与此同时，股息投资者只是收着支票安稳度日。这就是降息周期中投机与投资的本质区别。投机需要你每次判断正确，投资只需要你避免致命错误。而避免致命错误的最佳方式，就是持有那些经受过无数周期考验的企业。所以当我说股息贵族是降息周期第一支柱时，我谈论的不仅是收益，更是心理稳定、通胀防护、资本保全以及无视市场噪音的特权。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枯燥的外壳里。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这条路，他们会去追逐降息后暴涨的加密货币、生物科技股，然后惨痛地领悟不存在无风险的暴利。别犯这种错误，接受高质量资产带来的适度回报，因为5年后高质量适度回报组合的表现将碾压那些高风险组合。超额回报不是靠激进，是靠存活和复利。这就是第一类资产。第二支柱，短久期优质债券降息周期中第二类必须配置的资产，其逻辑比第一种更反直觉，而这恰恰是为何90%的投资者会误判的原因。人们本能地追逐降息后收益率更高的长久期债券，误以为锁定高利率就是聪明，但真相是，在降息起点长久期可能是致命陷阱。我指的是剩余期限3-7年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具体而言是 AAA 级公司债或政府机构债。不是任何债券都行，而是那些发行方财务稳健、流动性充沛的品种。在联储开始降息时，长久期债券确实会因利率下降而价格上涨，但这种资本利得是镜花水月。因为降息往往伴随经济恶化，企业违约风险上升，信用利差扩大可能完全抵消利率下降的收益。你需要的是平衡利率收益与信用风险的最佳点。绝大多数投资者在降息周期犯的经典错误是过度延长债券久期，他们买入30年期公司债，期待复制1980年代债券牛市的辉煌。这完全是刻舟求剑。当前全球债务规模与4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利率下行空间有限，但信用风险前所未有。在降息周期持有长久期低信用债券，等同于在泰坦尼克号上争抢头等舱座位，短暂虚荣后是永恒沉寂。短久期优质债券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实现了3重保护。第一，利率风险可控，即使联储降息幅度不及预期，短久期债券价格波动也远小于长久期品种。第二，在投资优势，当债券在3到5年后到期，你可以将回收的本金以当时可能更高的利率再投资。如果经济陷入通缩螺旋，降息可能持续数年。第三，信用风险缓冲。短久期意味着你更快拿回本金，大幅降低发行方违约概率。以2006到2008年降息周期为例，那些在联储首次降息时买入7年期 AAA 级债券的投资者，最终年化回报超越30年期国债4个百分点。因为当危机深化时，长期国债虽受避险资金追捧，但公司债市场冻结导致的流动性危机让长期公司债暴跌，而短久期高等级债券始终维持着稳定现金流和到期本金保障。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配置债券组合，我会将25%、-35%资金投入3-7年期优质债券，平均到期收益率不必追求极致，但信用评级必须全在 A 以上。你需要构建一个包含12到20只不同发行方的债券组合，覆盖公用事业、制药、必需消费品等防御性行业。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博取最高收益，而是构建稳健的收益基石。而在降息周期中，
稳健的收益基石远比冒险追求资本利得更重要。我理解人们对债券收益率的失望。在经历加息周期末端的高收益率后，降息初期的债券收益率看起来缺乏吸引力，但这犯了投资大忌，用后视镜开车。真正重要的是真实收益率扣除通胀后，而非名义数字。当降息开启，通胀往往以更快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真实收益率可能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债券在组合中的角色不是提供刺激，而是提供稳定。在降息周期，稳定本身就是稀缺资源。短久期债券还有个关键优势，它给你未来选择的自由。当这些债券陆续到期，你会获得持续现金流，可以在降息中后期配置更具吸引力的资产。而那些将所有资金锁定在10年期债券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收益率曲线下移而错失机会。在投资中，灵活性就是价值。在降息周期，灵活性的价值呈几何级数增长。肯定有人会反驳，降息周期中股票预期收益更高，何必配置债券？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组合构建的癌症。债券存在的意义不是击败股票，而是降低组合整体波动。当降息周期演变成经济危机时，所有资产相关性会趋近一，只有高质量短久期债券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分散化。这种分散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经历过1990到1992年降息周期，当时那些全仓股票的投资者在1990年经济衰退中资产缩水 40%， 被迫在底部割肉，而持有 30% 短久期债券的投资者既避免了恐慌性抛售，又有弹药在1991年市场低点加仓。这种战术优势是单纯股票组合永远无法提供的。债券配置中最危险的倾向是追求收益率而降低信用标准。你会看到很多 BBB 减级债券提供诱人收益率，但在降息周期中，这些准垃圾债的违约风险呈指数级上升。记住，在降息周期，资本保全远比收益重要。你无法通过高风险债券实现财富自由，但完全可能因此堕入贫困。短久期优质债券还是应对政策失误的保险。当联储降息但经济继续恶化时，市场会开始质疑央行能力，导致风险资产第二轮暴跌。这时短久期国债和机构债会成为最佳避风港。2001年联储连续降息后，科技股继续暴跌 40%， 就是活生生例证。债券配置的比例应该与你的年龄成反比，与市场估值成正比。当降息周期启动时，若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如当前标普500周期调整市盈率超过30倍，债券比例应该上调。这不是市场时机选择，而是风险补偿逻辑。在昂贵市场寻求安全，短久期优质债券是少数几个真正靠谱的选择。最后记住债券投资的第一法则，你不会因为持有高质量短久期债券而破产，但完全可能因为持有低质量长久期债券而破产。在降息周期，这个法则的重要性会放大10倍。所以第二支柱很简单，配置 25%、-35% 的3-7年期高信用债券，不是因为它刺激，而是因为它安全；不是因为它收益高，而是因为它防止你犯错。第三支柱，必须消费龙头股。降息周期中第三类必须配置的资产是市场最易忽视的品种，因为在降息初期，它们往往表现平平，被那些高贝塔资产远远甩在身后。但正是这种特性使它们成为降息后期最珍贵的压舱石。我指的是那些在必须消费领域拥有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不是所有消费股都合格，而是那些市占率超过 30%、
品牌认知度跨越代际的公司，他们被分析师贴上成长性不足的标签，却能在经济衰退时提供惊人韧性。当降息周期深入，经济放缓从预期变为现实，消费者会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但不会停止购买厕纸、洗发水和速冻食品。这些企业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反脆弱性。经济越好，人们买他们的商品；经济越差，人们更买他们的商品，因为降级消费。这种特性在降息周期中后期展现出强大威力。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沃尔玛同店销售额增长 5.7%， 可口可乐全球销量仅下降 1%。 当所有资产都在暴跌时，这种稳定性就是无价之宝。绝大多数投资者在降息初期犯的错误是过早抛弃防御性股票去追逐周期性股票。他们看到首次降息后就买入汽车股、航空股，期待经济快速复苏，但历史数据显示，从首次降息到经济真正见底平均需要18个月。这18个月里，必须消费龙头股的累计收益往往超越周期股2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构建组合，我会将 15%、-25% 资金配置给3到5家必须消费龙头股。选择标准不是短期增长率，而是市场份额、定价能力和现金流稳定性。你需要的是那些每天被数十亿人使用却无人注意的品牌所有者，不是那些依赖营销炒作的新消费概念。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获取超额收益，而是确保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能存活。而在降息周期，存活就是胜利。必须消费股在降息环境中的独特优势是，它们提供天然的通缩保护。当降息无法阻止经济滑向通缩时，这些公司可以通过降价扩大市场份额。因为固定成本占比高，销量增长能抵消单价下降。这种灵活性是其他行业不具备的。宝洁在2009年通缩期间通过降价策略，市场份额反而提升 2.3个百分点。我知道有人担心消费股估值偏高，在降息周期起点，它们确实不便宜。但你要明白，为优质防御性资产支付合理溢价是值得的。就像为房屋购买火灾保险，你希望永远用不上它，但一旦需要就是救命的。消费龙头股就是组合中的保险，它们的价值不在平常时期体现，而在危机时刻爆发。消费股还提供隐藏的期权价值，并购溢价。当降息周期持续，资本会自然流向最安全的资产。那些现金流稳定、业务简单的消费龙头会成为并购市场宠儿。2019年降息周期中，联合利华收购 GSK 消费健康业务就是明证。这种并购期权是免费附送的。最后记住消费股投资的核心，你投资的是人类习惯的惯性。刷牙、洗衣、喝咖啡这些习惯不会因为联储降息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经济衰退而消失。这种稳定性在动荡的降息周期中就是最好的资产。当所有聪明人都在追逐变化时，那些坚守不变的投资者往往笑到最后。总结这3个支柱，它们共同构成了降息周期的防御体系。股息贵族提供稳定现金流，短久期债券提供资本保全，消费龙头提供经济韧性。这个组合不会让你在降息首月登上收益榜榜首，但能确保你在整个周期结束时财富稳健增长。在70年的市场历练中，我学到的最重要教训是，聪明人不是那些预测最准的人，而是那些犯错最少的人。降息周期是错误的高发期，因为情绪会取代理性。如果你能坚持这3个原则，不被短期噪音干扰，那么无论降息周期如何演变，你都能安然度过。最终，
投资成功不取决于你的智商，而取决于你的性格。在降息周期中，耐心比智慧更珍贵，纪律比灵感更重要。如果你具备这些品质，那么这3个资产类别就是为你准备的。如果没有，那么任何策略都救不了你。记住芒格的格言，告诉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去那里。在降息周期中，多数人死在高估值资产里。那么你的任务很简单，远离那里，坚守这3个枯燥但安全的领域。世界终会奖励这种枯燥，就像它总是惩罚那些刺激一样。